早知道就多从家里带点卫生纸了，宣纸太硬，用起来擦得屁股疼。赵国公府虽然气派，却远不如我武功县。我叫魏无羡，3年前穿越到贞观年间，成了武功县的县令。这3年间，我利用现代知识，将武功县打造成了一个堪比现代农村的世外桃源。今天是赵国公之子长孙冲跟公主成亲的日子，我得赶紧回宴席，看能不能打通长安这边的关系，把商品卖到长安来。公子，带我离开这里。你是赵国公府上的丫鬟，是不是趁着婚礼偷偷喝酒了？不是的，我没喝酒。热，好热。姑娘，请自重，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了。这哪里是喝醉酒，这分明是被人下药了。公子，事情办妥没？事情一切顺利，只是，公子，她可是公主。今晚过后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她又能如何？是他逼我的。若是他愿意乖乖同我洞房，我又何必这般行事？快召集人手！公子，发生什么了？公主不见了，还不快去给我找！对不起，不是你的错，我是被人下药了。谁给你下的药？长孙冲。长孙冲，今天的新郎官不去跟长乐公主洞房，给一个丫鬟下药。快带我走，不然走不掉了。这里应该安全了。现在去哪儿？先去我的私宅躲一躲吧。对了，还没自我介绍，我叫魏无羡，武功县令。你呢？阿月。名字挺好听的。你给公主下药，她逃婚出走。我是想生米煮成熟饭。这可是死罪！爹，救我！3天回门之前，必须找回公主。公子，不瞒您，我是公主的贴身侍女。难怪气质不俗。长孙冲本想给公主下药，结果被我误喝了。那你之后有何打算？不知道。那过几天我带你出城，回武功县。药性过美，要不要再解一次毒？不必了。长乐为何出走失踪？如实招来。陛下，是冲儿，他在婚房里下了药，想对公主用强。畜生，敢欺辱朕的爱女！陛下开恩。长乐若有损伤，朕要你长孙家陪葬。是。传太医。陛下，找长乐。传朕旨意，命李君县全城戒严。郭所，上下请看。走吧。等等！
蓝田县的。是，军爷，俺和俺婆娘进城卖山货。你是他妻子？回军爷，是的。走吧。陛下，末将在城门口认出了公主，她与武功县令魏无业同行，扮作普通百姓。为何不带公主回来？公主认出了末将，却未求救，似是自愿离开。末将怕打草惊蛇，只敢派人暗中跟随。他们应该去了武功县。什么？什么？传旨，将魏无羡抓回长安。陛下且慢，长乐心甘情愿跟他走，此人定有不凡。贸然抓捕，恐伤了妇女情分。那依你之见，臣妾随陛下微服去武功县，亲眼看看。好，朕倒要会会他。阿月到了。这路比长安的还好。老爷夫人，再过1个时辰就到武功县了。魏无羡，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。小小一个县城，居然如此繁华。也不看看县令是谁。这是什么？水泥，我自己烧的，结实不长草。长安城的石板路也没有这般平整。走吧，带你回县衙。这没有人拉动，它为何会自己转？水利，湖底有机关，水流带动扇叶。便是长安城，也未必有这般光景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别发呆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卧房。小姐请用茶，奴婢小何，公子让奴婢来伺候您。他去处理公务了。公子去休息了。他这么清闲，不用处理公务。公子在每个村子都设了司法局，小事村里就断了，不用天天升堂。司法局？公子说这叫分层管理，他把握大方向就行。老爷夫人，武功县到了，直接马车进城吗？不，下车入城。武功县以前是出了名的穷县，魏无羡不过20出头，只怕这里比当年朕做秦王时更破败。是穷是富，进去一看便知。老爷，这里不像您说的那么穷啊。当年路过此时还是破败萧条，怎么如今？想是魏县令施政有方。走，去县衙。这位大嫂，这井怎的无需吊桶，一压便出水？几位是外地人吧？这叫压水井，魏县令造的，说是啥大气压，一压水就自己上来了，省力着呢。大气压，一个小小县令，怎懂得这等奇事？魏县令的本事多着呢，贵人往前走走就知道了。雪花大糖，武功县特产。那糖竟如此洁白，比宫中见过的糖霜还要好。这等成色的糖，在长安少说也要4、5贯一斤，可这街上百姓怎的也买得起？这位大嫂，叨扰了，这糖怎么卖？100元一斤。100完，这等好糖只要100完。咱魏县令说了，好东西要让老百姓都吃得起，不能只便宜了权贵。走，再去别处看看。怪了，这街上怎的连一个乞丐都看不到？老丈，叨扰了。初来贵县，见街上无一乞丐闲汉，实在稀奇。咱武功县早没懒汉了，魏县令见不得好手好脚却专事乞讨的，若真有的话，逮着一个先打断一条腿。打断腿？官府岂可行此私刑？客人误会了，打断了腿，县尊出钱治伤养着，还天天讲道理，养好了给本钱，给活路。
就拿堂坊做工的刘三儿说，以前专干坑蒙拐骗的事儿，自打被打了一顿，治好后痛改前非，娶妻生子。刘三说，那一顿打把他从烂泥坑打进了福窝，恩威并施。所以现在谁还敢真懒？腾完了路，反倒给指明白了。走，去县衙。此人治县，处处出人意料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能把这穷县变成这般光景？大人，发生命案了！发生命案了！命案？赶巧了，去看看这个魏县令如何断案。差役上前禀报案情。大人，金城西醉仙军酒坊掌柜杜钱被发现倒闭在自家酒窖中，后脑遭重击而亡。现场发现一坛碎裂的30年陈酿琥珀光，碎片上有血迹。酒铺里都有何人？3个伙计：王二、李三、张五。案发时只有他们3人在酒府内。传3名伙计上堂。你们平日可见过掌柜的那个琥珀杯？大人，那是掌柜的命根子，从不让人碰。小人连摸都没摸过。小人也没碰过。好，传政务上堂。为何戴手套？呈上来。他也要戴手套，不知何意。取笔墨纸砚来，让3人画押，每人按个手印。取些湿泥巴来。泥巴？对，泥巴。泥巴能断案？且看下去。你们每人用这泥巴捏一个手印，按你们平时握酒坛的习惯捏。大胆张武，还不将你杀人的经过从实道来！大人冤枉啊！小人什么都没做。本官让你们捏泥人，只是想看看你们心中是否有鬼。事实证明，你捏的时候手一直在抖，而且你的泥印比另外2个浅，因为你心虚，不敢用力。小人只是见官紧张。还不说实话？那琥珀杯上有你的指纹。指纹？什么是指纹？本官办案有自己的流程，差役必须戴手套收集证据，按本官的方法提取指纹。这杯上的指纹和你画押的一模一样。本县多年办案发现，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从不重复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琥珀杯壁上的指纹和你画押时留下的指纹一模一样。小人只是想偷那坛酒卖钱，掌柜发现，郑多忠失手砸死了他。大人饶命啊！张武杀人确凿，押入大牢，等候上报复审。没你俩的事儿了，回去吧。指纹，此子竟能以此断案。魏郎，你怎么知道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？观察多了就知道了。手指上的纹路就像树的年轮，没有2片叶子是相同的。二郎，还在看指纹？朕活了这么多年，竟不知每个人手指上的纹路都不一样。此子是如何发现的？说明他心思细腻，能见常人所不能见。看来，此人绝非普通的毛头小子。那你想怎样？明日，朕要亲自去会会他。怎么办？父皇母后肯定是来抓我回去的，
还有可能会连累魏无羡。阿月这么紧张，难道这几个人是赵国公府的人？走，我们快走。怕什么？有我在。不能让父皇母后说出我的身份。阿月见过叔父、婶婶。堂哥，你也来了。好，阿月，让婶婶看看。阿月，你怎会在此？家里寻你寻得好苦。阿月，他们真是你叔父、婶婶和表哥？在下魏无羡，本县县令。阿月在此一切安好，二位不必挂心。县令，如此年轻，我姓李，名龙，这是剑内孙青鸾，儿子李军。魏县令，阿月多承照顾了。既是阿月长辈，便是魏某贵客。三位远道而来，不如有晚辈做东，到县衙一叙。如此，有劳了。魏县令，我夫妇二人想和阿月单独谈谈，不知是否方便？方便，前面就是厢房，你们慢慢聊。兄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没有，在下从未见过魏县令。哦，幸好易容了，否则就被他认出来了。长乐，我的儿，你受委屈了，母后。长乐放心，长孙冲那个畜生，朕绝饶不了他。长乐，你与魏无羡无名无分，留在此度与理不合，不如随我们回宫，从长计议。不，我不回去。长乐，休要任性！你是我大唐嫡长公主，滞留外南府邸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儿臣若回去，是不是还要嫁去长孙家？长乐，你与冲儿毕竟拜过堂，夫妻，哪家的郎君会给新婚妻子下药？他何曾将我当妻子？不过是一件巩固权势的物件罢了。唐律允许和离，我为何不能？胡闹！皇家颜面何在？长乐，你舅舅是国之重臣，此事处理不当，朝局动荡。父皇、母后，你们不必再劝了。儿臣与魏无羡已经有了夫妻之实。好个魏无羡，朕要将他千刀万剐！父皇若杀他，便将儿臣一并赐死；他若不在，我亦不苟活。二郎，息怒，保重龙体。长乐，你此言当真？母后，女子清白大于天，儿臣岂敢虚言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那好，女儿就将事情的经过禀告你们二老。若非魏郎，或许在赵国公府，女儿便毒发毙命。魏郎对女儿有救命之恩，女儿岂能负他？此事牵扯甚大，容父皇再好好思量。长乐，你先暂且在此，万事有父皇母后。谢父皇，谢母后。叔父婶婶，家常便饭，别客气。这菜看着平平无奇，为何如此鲜美？确实比长安城里大酒楼的还好。不瞒二老，用了点特别的调料。什么调料？我自己制的精盐，还有鸡精。精盐、鸡精，
鸡精是用鸡肉熬制提纯的，能极大提鲜。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小何，叔父，这就是鸡精，您尝尝。确实鲜。叔父，您再看看这个。这盐纯净无杂，比大唐的官盐还要好。这是你自己制的？是的，自家产的，自给自足。那你这日子过得比皇帝还滋润。皇帝还真就未必比我过得滋润。而且叔父，这精盐鸡精真不算什么，这只是小道。这只是小刀，那什么才是大刀？叔父进城时应该看到了，水泥路百姓赶集省力，压水井打水不用去河边，雪花糖100文1斤，老百姓吃得起，补身子。魏县令，你的东西这么好，为何不向长安进贡？岂不比你窝在这小县城强？进贡，加官进爵。哼，孟子云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我做这些东西是为了造福百姓，不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。你竟敢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！坐下。犬子无礼，魏县令莫怪。叔父言重了，堂哥心直口快，我怎会怪他？魏县令，你方才说的民为贵，我很受触动。我走南闯北几十年，见过不少官员，有的只会歌功颂德，有的只顾自己捞钱，能像你这样把百姓放在心上的不多见。魏县令，你很好。叔父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魏县令，下午若无事，带我去看看那些好东西如何？叔父若感兴趣，用膳后我带您去四处转转。老爹，我跟您一起去。没事儿，你留在县衙保护你母亲和妹妹才是正事。是，老爹。叔父，这边请。叔父，您想去哪里？出城，到郊外走走。叔父去郊外是想看什么？看看你们武功县的庄稼怎么样。叔父放心，这一趟我保管让您大开眼界。哦，那我倒要好好看看。叔父，这边请。今年关中干旱，地里本该一片枯黄，你这武功县的庄稼怎么像喝了水一样？叔父，请随我去那边。这不用人拉，不用处理，水自己往高处走。这叫桶车，水流冲击叶轮，竹筒兜水，转到最高处自动倒进木槽，日夜不停，1亩地都能浇上水。天寒地不旱，你连这个都能造出来？叔父，人不能让天卡脖子，天不下雨，咱就从河里舀水。你这地里的水都是从水车来的？不全是，县里还修了蓄水池和沟渠，雨天存水，旱天放水。这一片田用的是水车，那边是压水井和蓄水池浇的。若大唐每个县都如武功，朕何愁百姓吃不饱？叔父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魏县令，你让我开眼界了。叔，其实这些东西不复杂，关键在于愿不愿意为百姓操心。你就不怕有人眼红，告你私造器械，图谋不轨？怕什么？我又没造兵器，我造的是水，谁还能告我饮水浇田也是罪。叔父，前面还有更好玩的，我带您去看看。这块地在半山坡，又没靠近河渠，庄稼怎么长得这么好？叔父，您先看看这土。这土和别处不一样。叔父，您再捏捏这个。
这是死土。去年这片坡地石头多土干，一亩收不到1斗粮，老百姓说神仙来了也没用。那你是怎么让那片地活过来的？叔父，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化肥，我配的肥料，谷粉、鱼粉、草木灰、人畜粪，按比例发酵、粉碎、晾干。1亩地撒上这些，地力就回来了。这片地去年还是荒地，去年这时候寸草不生，我让百姓翻地、施肥、匀水，1年就活了。若天下荒地都能如此，叔父，这化肥不光能让荒地活过来，还能让产量翻1倍。1倍？同样的地，同样的水，能多收1倍的粮食？不止荒地，好地用了也能翻倍，而且更猛。翻1倍，那我大唐会富庶到何等地步？叔父，天快黑了，今天看不成了，明天我带您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城里有个作坊，里头的东西比化肥还新奇。魏县令，你这一身本事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自个儿琢磨的，叔父信吗？明天我等你带路。一定。这是琉璃？不对，琉璃没有这般透明。叔父，这叫玻璃，比琉璃透亮，还便宜。你会烧制这个？叔父，请看，水是清的，壶是透的，连杯中茶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，这比玉杯还好。大人，这块刚出炉，还热着。叔父，您再看这个，这不是杯子，是玻璃板。这能看出？对，透明玻璃板，装在窗上，透光挡风；装在马车上，能挡雨又看得见外面。若军中瞭望台装上此物，叔父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这玻璃产量如何？还在试验，温度不稳。小杯子10炉能盛3、4炉，这么大明板，1炉出1块就谢天谢地。那你为何不先做杯子、珠子，好卖钱？叔父，那是富人玩的，我要做老百姓用的玻璃窗、灯罩，让家家都用得起。你总是先想百姓。观音谢，这2日真是大开眼界了。二郎，此子大才，若能收为己用。他不愿去长安，朕试探过他，他说这里自在。二郎，若是成全了他和长乐，但条件是要长乐回长安，魏无觅会怎么选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明日朕好好试探他，此人若肯为朕所用，朕绝不亏待他。魏县令，陪我走走。叔父有心事。魏县令，你心里怎么看当今皇帝？叔父问我这个，那我说实话，当今圣上是个好皇帝。哦，好在哪儿？能纳谏，爱百姓，善待功臣，这样的皇帝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你小子倒是会说话。叔父让我说的，我说实话而已。天下世家盘踞，连皇室都要看他们脸色，你对此怎么看？世家就是毒瘤，必须严厉打击，连根拔起。这些你也想过？想多了，世家再牛也牛不过大事。百姓吃饱了，谁跟世家走？好一个百姓吃饱了，谁跟世家走？魏县令，你深藏不露啊！叔父过奖。回来了，和魏无业聊得如何？此人的确大有才干，若能为我所用，很好。那你问了他吗？愿不愿意为了长乐去长安？刚才谈得太欢，忘了问了。就知道你们男人扯上国家大事就忘了女儿的事儿。等会儿请他过来问吧。好。
魏县令，你才华出众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有更大作为。叔父过奖。我说，假如陛下要招你当驸马，把公主许给你呢？驸马，狗都不做。魏县令，你说驸马狗都不做，这话从何说起？第一，驸马表面风光，实则憋屈，需要看公主的脸色行事，养人鼻息，这等日子，狗都不干。他若知道我是公主，会不会不要我？第二，我已经决定要娶阿月，岂能做负心人，另娶他人？魏郎，你真好，倒是个有担当的。二郎，看来咱们是白操心了。吃饭吃饭，菜凉了。想不到小魏这孩子对长乐如此深情。他这般贬低驸马，对长乐却一心一意，真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呢？那二郎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先看看再说。这武功县，只怕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事。魏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到了，快了，再过1个时辰就能到武功县了。魏大哥会不会想不到咱们会来？就是要让他想不到。跟大哥认识的事情，好像还是昨天。大哥，雪花糖我崔家包了。你们出钱，我出技术。魏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大哥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神机、有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，给你带了些好东西。魏大哥，好久不见。有容也来了，快进去坐。这位姑娘是？我未婚妻，阿月。阿月姑娘好，崔小姐好。大哥，上次你说的那种新茶，我给你带了几斤，算你识货。大哥，你这武功县比我们清河还热闹。少拍马屁，说正事儿。你这次来干嘛？家里想把雪花生意扩到长安，让我来跟你商量。再扩需要新建作坊。老规矩，你们出钱，我出技术，5-5分。大哥就是爽快。有容，你来又有何事？魏大哥，小妹来是想你到清河，我祖父想见你。去清河，我走不开，有事你们说。大哥，你就给个面子嘛，祖父说了，非见你不可。去清河以后再说，先住下，我让厨房备饭。进来。阿月，怎么了？父皇、母后，崔家兄妹来了，他们跟魏郎似乎认识。哦，哪个崔家？柏林崔氏的崔神机和清河崔氏的崔有容。父皇、母后，他们刚才就说了这些话。阿月，你先下去吧，这事我知道了。魏大哥，你瘦了，是不是太操劳了？还好，武功县事多，没办法。要是太累，去清河住几天，清静，好好歇歇。
有容，阿月在这儿，我哪儿也不去。魏大哥，你何时定的亲？为何从未听你提起？是啊，大哥，那有容他……行，我不说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长话短说。我很想知道。前些日子去长安，机缘巧合下遇到阿月，有了肌肤之亲，我决意娶她。魏大哥，婚姻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阿月姑娘的家人，我与魏郎两情相悦，不要那些虚礼。阿月说的在理，婚姻之事，但凭本心。没这么简单，我不会这么容易把魏大哥让给你的。二郎，你怎么看？魏无羡主张打击世家，却与崔氏来往密切，难让人不疑呀。听阿月的口气，那崔小姐对魏无羡怕是不止生意上的关系。朕担心的是，他若真与崔家联手，那他提的打击世家又算什么？二郎，魏无羡对阿月的真心，咱们亲眼所见。他和崔家也许只是生意往来，并未依附。所以，朕不能急着下结论，得再看看崔家兄妹的来意。二郎这样想，臣妾就放心了。此人对百姓确实好，但若与世家勾结，朕不能容忍。他若真想攀附世家，何必窝在武功县？明日，朕亲自去会会。魏县令，你和崔家很熟？生意上的合作，雪花糖、精盐都靠崔家的渠道往外卖，他们对你似乎很亲近。崔神基那人没什么架子，处久了就像兄弟。至于崔有容，他对我好，我知道，但我已经有阿月了。你说世家是毒瘤，必须打击，为何又与崔家合作？叔父，打击世家不是灭门，是打破垄断。我需要崔家的钱、人脉、渠道，他们出钱，我出技术。雪花糖便宜了，精盐推广了，百姓用得上，这叫借力打力。用他们的钱砸他们的饭碗，百姓富了，谁还听世家的？这不比硬碰硬好？你倒是想得通透。叔父，我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。魏县令，你很好，我信你。二郎回来了，今日谈得如何？观音婢，此子不简单。朕问他为何与崔家来往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打击世家不是灭门，是打破垄断。百姓富了，谁还听世家的？此人果然通透。朕竟无言以对，他说的在理。二郎这是欣赏他了？欣赏，算是吧。朕的女儿得找个配得上的，她要有本事，朕不介意给她个机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朕要给她个考验，能通过便认这个女婿，不能也怨不得朕。那二郎想好了，莫要为难孩子。放心，朕不故意刁难，只是想看看他的能力。母后和你父皇过2日就要回长安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魏郎在这里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好，那你就暂时住下吧。母后，女儿不孝。只要你过得好，母后就放心了。回长安后，从百旗柜调派人手，安发到武功县各处。朕要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。臣明白。阿月，照顾好自己。婶婶放心。魏县令，阿月就托付给你了。叔父放心。父皇母后为何不治罪魏无羡？魏无羡虽是县令，本事却大得很，儿臣不信。你何不亲自去武功县看看？父皇圣命，儿臣这就去，定要拆穿魏无羡的真面目。长乐与那魏无羡已有夫妻之实，本宫欲让他与冲儿和离。万万不可，这关系到皇家颜面，请让冲儿去武功县挽回。可行，但不可用强。是。大人，外面有2个人，一个叫李乾，一个叫孙聪求见，说是阿月小姐亲戚。你亲戚怎么又来了？难道是兄长和长孙冲来了？区区一个芝麻小官，
混账东西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牵着长乐的手！哎呀，二位是，在下李乾，家父李龙，这位是孙聪，我表兄。那李军大哥就是？正是我大哥。两位哥长来了，怎么不提前捎个信，我好出城相迎啊？魏无羡，你大胆！松开！混账，给我松开！别见外，快请进，小心门槛。阿妹，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去。表妹，我在长安新买了3进宅子，12个丫鬟伺候，何苦待在这破县衙，吃不好住不好。我在这里很好，不回去了。两位坐。真舒服。这鬼天气，热得像蒸笼，渴得喉咙冒烟。是啊，非得冰镇之物解渴。魏大人这里不会连冰块都没有吧？二位稍安勿躁，冰饮马上就来。冰镇酸梅饮，两位公子慢用。厅里闷热，再取些冰来，用长口盆装，多摆几盆降温。公子要几盆？先来个10盆8盆吧，不够再加。魏大人好大手笔，冰块价比黄金，你一个县令哪来这么多钱？该不会是搜刮民脂民膏吧？表兄，你可有真凭实据？按大唐例，诬告反坐。表妹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，查清事实再说话，才是为我好。阿妹莫激动，这冰块用度，连世家都有节制。魏县令如此豪阔，难免引人猜疑。阿兄，这其中有无私弊？叔父和婶婶在这里住过，不是最清楚吗？阿月，两位兄长有些疑惑也不奇怪。其实这些冰没什么，是我自制的，花不了几个钱。二位若感兴趣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冰窖看看。这么多冰！你一个县令，哪来这么多冰？硝石，山里就能挖到，把它放进水里，水就会结冰。1斤硝石能制出上百斤冰，成本不过几文钱。这么简单就能制冰？二位，今日中午我在县衙设便宴，招待二位。我武功县的饭菜绝不比长安差，不管他端出什么山珍海味，一概说难吃，绝不能让他在长乐面前得意。再好吃也说难吃，绝不吃第2筷子。外皮酥脆，内里鲜嫩。好吃。孙兄，尝尝这清蒸鲅鱼，今早刚从渭水捞的。说好的找茬呢？乖乖，
怎么都吃光了？殿下，属下在县中查访，武功县富庶有序。魏无羡确有本事，若长乐跟了他，殿下，我和长乐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魏无羡与世家勾连，其心可诛。那如何让长乐对他死心？开间房，叫你们最好的姑娘来。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，这是你的。公子请说。魏兄，长夜漫漫，武功县可有能让人放松的好去处？有啊，东街皮影戏，西市放河灯。我是说那种有姑娘能喝酒听曲的地方。原来李兄好这一口，早说嘛，包在我身上。那阿月那边，我跟他说带你们出去逛夜景，等着。走吧。魏兄，贵县果然繁华。听闻这春满楼姑娘才艺双绝，还有新奇表演。孙兄消息灵通啊！这春满楼确实是武功县服务业的一块招牌。那便去瞧瞧。请，保管二位耳目一新。小姐，属下亲眼看到魏大人进了一家叫春青楼的妓院。你看清楚了？看得真切，魏大人和李公子、孙公子一同进去的。小姐，您别急，说不定是事情。备车，现在就去。表兄，你带魏郎来这里做什么？表妹，魏县令已经和花魁春桃进房间了。阿月，你怎么来了？魏兄他只是一时糊涂。让开！魏兄，阿月来看你了。阿月，来得正好。怎么回事？你表兄买通了春桃姑娘，想让她勾引我。什么？我治下百姓都爱戴我。春桃姑娘收钱后，立刻去县衙告知我。臭婊子，你敢出卖我！孙公子，魏县令爱民如子，百姓都敬仰他。我虽是风尘女子，也分得清好坏。别说2块金饼，金山也没用。孙公子，你那2块金饼还给您。你陷害朝廷命官，看在阿月的份上，不予收监，拖出去，重打20大板，2块金饼没收，再罚款3块金饼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你是我表哥，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法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春桃举报有功，赏2块金饼。多谢大人。吴邪，我要杀了他！20大板，5块金饼，妙计真妙。连个县令都斗不过，还想娶长乐？省省吧。
好好养伤，别乱说话，这里是人家的地盘。魏无羡，你等着！大哥，陷害魏郎的事你知情吗？你真的觉得长孙冲比魏郎好？以前是，但今晚一个青楼女子都肯为他说话，我不这么想了。魏郎是奇才，明日我再让他带哥哥逛武功县，你就明白了。好。魏兄，这是水缸？这是垃圾箱，百姓扔垃圾，每日有人清理，运到城外堆肥。清理的人是徭役，县衙雇的专人，每月给工钱，多是贫苦或年长的。又是一笔开销，看似花钱，实则省钱。街面整洁，商铺生意好，商税增加，百姓少生病，能安心干活。街面亮堂，贼人无处藏，犯罪也少。算总账，划算。这的确利国利民。魏兄，进城我就注意到这路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原料是石灰、粘土、铁矿渣，按比例炼烧研磨，铺路几十年不坏，修城墙也结实，只是产量有限，目前只够本县用。魏兄，你确是旷世奇才，阿月跟着你，我放心了。魏无羡能让太子折服，考验算通过了。陛下，父皇派人传信说想长乐了，想让他进宫陪伴一下。长乐之事不能告诉父皇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臣妾明白。太上皇，老奴已查实，长乐公主在武功县与县令魏无羡在一起。难怪长乐好久没来请安，原来是去了武功。陛下，太上皇不见了。什么？父皇去了哪里？父皇定是去武功县找长乐了。对，立刻派人沿路寻找，不得声张。老爷，武功县到了，直接去县衙。直接去。大人，门外有一老者，自称是阿月小姐的祖父。太上皇来了，天助我也！阿月的祖父，那不就是我的祖父？这狗东西是属兔的吧？魏兄这腿脚，不去跑驿道送信可惜了。您就是阿月的祖父，祖父好，我叫魏无羡，是阿月的未来夫君。老朽姓李，来看看阿月。祖父您里面请，外面热。年纪轻轻，走几步路就咳成这样，丢人现眼。孙淼哥，你没事吧？进去喝口水。乖孙女儿，到祖父这儿来。祖父，好了，不哭了。祖父，茶点已备好。祖父，请用茶。又让姓魏的抢先一步。祖父，您来武功县，阿爹阿娘知道吗？怎么？我去哪儿还得那逆子同意？你也想当逆孙？祖父息怒，孙儿绝无此意。用不着你假惺惺担心。趁机帮太子一把，打打圆场。祖父说的对，儿子孝顺老子天经地义，把老子关起来不让出门，就是个不孝。
这个魏无羡，陛下都敢骂，找死！魏无羡，你大……孙兄觉得我说错了？难道你也觉得把老子关起来是对的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说到爷心坎儿里了。那个逆子关了我7年，我苦啊！祖父，等哪天我见到那逆儿，一定替您教训他。无羡啊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那祖父就在你这儿住下了。祖父，是万万不能！你闭嘴！还想让祖父回去过那猪狗不如的生活？祖父就在这儿住下吧，孙女好好陪您。还是我的乖孙女贴心。祖父，您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你们真是我的好孙女、好孙女婿啊！全完了。祖父，尝尝这个。祖爷，您慢点吃，没人跟您抢。这菜比长安那些饭桶厨子强100倍，不10000倍。吴玄啊，你怎么不早2年出现？老夫前几年吃的那些简直是猪食。祖父喜欢，我天天让人给您做。乖孙女婿，你这烤的什么东西？香的老夫都馋了。祖父，您尝尝，这叫瑶肉串，武功县特色，外头吃不着。再来10串。祖父，您慢点吃，没人跟您抢。这日子啊，给个皇帝都不换。爽，舒服。以前在长安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现在好了，有风扇吹着，有冰镇绿豆汤喝着，还有乖孙女喂葡萄。无言啊，你这些东西比长安那些破烂强100倍。祖父喜欢就好。明天我带您去河里钓鱼，晚上咱们吃烤鱼。好，好，好，钓鱼好。这是什么？祖父，这是观光车，您坐上去，我推您逛县城，不累腿。魏大人，陪老爷子逛街呢。对，让老爷子看看咱们武功县有多好。老爷子，尝尝我们家的雪花糖，不收钱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以前那些年白活了。这次无论如何要把老爷子劝回去。陛下，父皇在武功县住得好好的，怕是不肯回来。不肯也得肯，不然魏征那张嘴，天天在朝堂上列朕的10大不孝，朕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这武功县比上次来又热闹了。父皇在这住了半个月，怕是乐不思蜀了。哼，换成朕也是如此啊。父皇，妻子好多了，比在大安宫时年轻了10岁。那个逆子怎么来了？叔父，您怎么来了？来找父亲大人。祖父在这儿住得可开心了。回去再说。父亲，您在这儿住得还好吗？比长安舒服10000倍，有风扇，有冰饮，有好菜，不像你安排的，热得像蒸笼。爹，您消消气，来吃葡萄。魏县令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叔父。我爹称呼我为逆子，你怎么看？叔父，多体谅老人，就是体谅以后的自己。这话说得好。叔父想带祖父回去，对吗？你有什么办法？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只能安排今晚我们一起吃顿饭。朕有多久没和父皇一起吃饭了？爹，这是您最喜欢吃的羊肉。你们想不想听我讲一个故事？好啊，爷爷，阿月最喜欢听故事了。从前有一个大财主，攒下了巨大家业，他有3个儿子，互相争斗，最终2儿子杀死了大儿子和3儿子，得到了全部家产。祖父，下面呢？当然是2儿子执掌家业了。那他父亲呢？当然是被儿子关起来了。关在哪里？管饭吗？住的房子如何？饭肯定管，住的还行，不算太差。这样，那这儿子还算是有孝心啊。乖孙女婿，你说说，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落得如此下场，是谁之过？祖父，您说的这个故事，不就是我大唐的玄武门之变吗？孙女婿，那你倒是说说，玄武门之变，孰对孰错？哎呀，爷爷，吃饭呢，说什么国家大事？可是爷爷想听。回答建成元一错，得罪皇祖父；回答毕皇错，得罪毕皇，更是死路一条。魏无羡，这次你死定了！玄武门之变，无人有错，都是对的。这是什么话？怎能无人有错？当玄武门之变后，大唐强盛，百姓得享太平，怎能有错？虽然天下太平，可是作为父亲，皇帝陛下失去了2个儿子。父亲失去儿子固然难过，但是当今陛下也失去了兄弟，难道陛下就不难过？西周时，文王之子伯邑考被商纣所杀，其肉做成肉饼，赐予周文王，文王忍痛吃下。之后父子同心推翻商纣，还天下太平。这是把我比作周文王，真棒！魏无羡这小子真会说话。陛下和太上皇如今和睦相处，父子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共创盛世。说得好，当真是金玉良言。魏县令之言令人茅塞顿开。爷爷，您觉得魏郎说的对吗？孙女婿，你今日之言让老夫钦佩，敬你一杯。爷爷客气，我夫妇也敬你一杯。不对啊，不是必死局吗？怎么让这小子给说活了？魏无羡这个女婿，朕要定了。那您准备严明长乐的身份了吗？还不行，父皇那关还没过。可长安那边，只怕是瞒不住了。3日内，朕没有带太上皇归来，你们就前往武功县迎驾。我们即刻往武功县迎回太上皇。爹，您是说太上皇和陛下都在武功县，而且朝廷大军马上就要到了？你立刻赶到武功县，我这里有封信，你亲自交给他。孩儿明白。算算日子，大军应该已经出发，最迟后天就会到达。娘，我的身份真的瞒不下去了。长乐，你也不要慌，你父皇已经同意你和魏无玄的婚事了。如果魏郎知道我一直骗他，
师兄有容，才没走几天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大哥，出事了，我们进去密探吧。你说太上皇、皇帝陛下、太子，都在我们武功县，你没搞错吧？大哥，这种事情能搞错吗？千真万确，长安大军已经出发，估计后天就到。大哥，这是我爹让我交给你的。你自己看看。令尊要我娶有容做正妻，才肯为我向陛下求情。老大，你怎么给我派了这么个要命的活？大哥，有容爱慕你这么长时间，有容是个好姑娘，但是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更不能交易。一切听大哥安排。阿月和有容，选哪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全都要。如果阿月真是公主，那么我就得罪了长孙家，不能坐以待毙。来计，来计，咱们手里现在有多少火药？回大人，库房现有成品火药5368颗，震天席3200颗，霹雳火球2168颗，半成品可再制2000颗。检查各处机关，确保随时能启动。是，属下明白。若把老子逼急了，不介意送他们一程。我是阿月啊，还能是谁？难道他真的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下流！阿月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他真的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你是因父亲在家族斗争失败，才被卖入长孙家为奴的吧？是啊，魏郎，别怪我，一直没跟你说清楚。阿月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爱你。魏郎，我也爱你。幸好，魏郎想歪了，没识破我的身份。可以肯定，阿月就是公主。朕已经让李郡县出城传信，军队驻扎城外，他们4人微服进城。父皇还有长乐的事情，不宜大肆声张，暂且先不能公开身份。长孙无忌也来了，看他怎么摆平他吧。魏大哥，我能进来吗？当然。魏大哥，朝廷大军已到了30里外，明日就可能入城。我知道。大哥，太上皇真的在武功县，还是他们是来对付你的？这谁知道？大哥，你娶了我吧。你都知道了。之后和离也行，左右先过了这关啊。你魏大哥我绝不用婚姻做交易。可是你放心，我不会坐以待毙。谁想害我，我先送他入土。这武功县真热闹，不比长安差。看来这个武功县令不错，这地面好平整，比我家的好得多。长乐是我长孙家的儿媳妇，绝不会让你一个小小知县得逞。诸位，我们不是来玩的，快去县衙见陛下。参见李老爷夫人。参见李老爷夫人。参见李老爷夫人。免礼吧，我已经在里面安排好了便宴。谢谢长孙无忌来了，其他几人只怕也是大唐重臣。见过叔父婶婶。见过叔父婶婶。见过舅舅。见过几位叔叔伯伯。舅舅来武功县所谓何事？我是来看阿月的。那已经看到了，就请回吧。
老夫会走，但是要带上我儿子以及儿媳妇，也就是您身边的这位阿月姑娘。那舅舅表哥赶紧回去吧，我和阿月亲自送你们出城。魏县令，你听清楚了，阿月和我家冲儿已经拜堂成婚，还请魏县公自重。这件事情终于还是要说破了。没错，我跟阿月已经拜堂了，只是还没有圆房。你若是识相，赶紧送还阿月，否则怎样？我第一次见到阿月的时候，她被人下药了。有丈夫给妻子下药的吗？丈夫给妻子下药，闻所未闻。如果是我儿子，我早送他去大理寺了。这桩婚事乃是长辈所定，不是你一言便能否定。那也得看阿月同不同意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由我来定这婚事。我是阿月的祖父，那今日就我来定正父母之命吧。今日我宣布，且慢！小魏，你可知阿月的真实身份？瞒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公开了。阿月就是阿月，除了是我未婚妻以外，还能有什么身份？好小子，回答得当。你当初不是说不想做驸马吗？想不想做驸马，与娶阿月有什么关系？这小子已猜到长乐身份，还装傻充愣，有趣。对不起，魏郎，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阿月别哭，有什么事我们回房慢谈。魏无羡，你少装糊涂！闭嘴！舅舅，我是不会嫁给长孙冲的，死也不嫁。魏郎，我不是阿月，我是长乐公主李丽芝。我是长乐公主李丽芝。想不到阿月姑娘竟然是公主。妹妹，阿月竟然是公主，你想开些？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你不是说驸马狗都不做吗？我说要娶你，但没说要当驸马呀。魏无羡，你既要娶长乐，为何不当驸马？之前我不是都告诉过岳父大人你了吗？好吧，长乐可以许配于你，是否要驸马这个称谓，容后再议。但是若要娶长乐，跟某些不该来往的人就该远离。岳父大人说的是谁？装糊涂，李君言。将后门偷听的2位崔家小朋友请进来。2位请进。贤婿，如今你已是我李家的人，这位崔小姐你还是少接触为好。岳父大人，我只是要娶长乐，不是卖身给皇家。我想与谁来往，旁人管不着。魏无羡，你放肆！你可知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知道，我未来老岳父。你可知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，流血千里？那陛下可知匹夫一怒，血溅5步？拿下！这小子还会功夫！李君凡就这么飞出去了？小魏，别冲动，跟陛下好好说。岳母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弟兄们，现身！
想不到这还是个鸿门宴啊！魏无羡，你想造反？谁造反了？我这是维护我个人的权益。阿月、神姬、有容，你们站哪边？逆子，你也有今天！岳父大人，我无意伤你，只是告知一句，我要娶长乐，但绝不做皇家的狗。今日朕会让你知道，何为天子威严，不可冒犯。陛下号角，擂鼓巨将，准备进城。大人，县衙被禁军包围。多少人？大概3、4千人。岳父大人倒是看得起小勋，居然派了4000人来。魏县令，只要你现在认错，并和崔家划清界限，刚才的事，朕可以。岳父大人，你还没搞清楚这里是哪里？什么意思？岳父大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武功县3年前还是个穷县。这个当然知道。现在的房舍都是我建造的，你以为他们只是房舍？怎么回事？这墙怎么开了？岳父大人放心，他们只是中了我的机关毒箭，但是箭上没有毒，我涂的只是麻药。你的县衙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机关？不光是县衙，城里面所有的新修房市都有机关，就是一座机关城。你的机关是厉害，但是正面作战能斗得过我大唐军队？如果斗得过，怎么说？长乐许配给你，你不当驸马也行。你想和谁交往，朕绝不干涉。岳父大人，此言当真？君无戏言。如果你输了呢？任由岳父大人处置，绝无二话。哼，一言为定，明日城外决战。还有多少将士能战？启禀陛下，3000余名将士中了毒箭，至少休养7日，目前只有800精兵。800人马足够了。大哥，唐军虽然受损，但至少还有几百人可战。您有多少人呢？大概有50、60人吧。50、60人打几百精兵？大哥，你确定？当然确定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点人还不够俺老程一个人砍的。少年人没上过战场，不知道什么叫千军万马，不自量力。大哥，对面人多势众，不如算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最多以后我们少来往。怕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做没把握的事情？魏无羡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朕不想你手下送命。岳父大人，你不会怕打不过我吧？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不要怪朕了。长乐，你看清了吗？这个魏无末不自量力，以卵击石。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本公主当场阉了你？魏郎，打不赢就算了，千万别伤到自己。魏县令，你们先攻过来吧，有什么招数尽管用。多谢李军哥。
把箱子打开。呵呵呵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原来是酒坛子呀！果然如此，这还没打呢，就喝庆功酒啊！这姓魏的失心疯了吧？我看他是想把我军灌醉吧。大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点火，投弹！这是何物？太可怕了！这是……不可能，他怎能有如此可怕的武器？如此武器，若我大唐军队装备，可所向无敌。岳父大人，现在还觉得是笑话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朕的好贤婿，不愧是李二，变脸速度都能拿奥斯卡小金记了。那小婿就多谢老丈人成全了。贤婿，这东西你手上还有多少？崔家可有？没有。贤婿，你的条件朕都可以答应，但是作为回报，你应该也要给点什么吧？岳父大人。想要我给彩礼？是的。那岳父大人想要什么？贤婿，朕要的是你好好听话。别冲动。岳父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贤婿莫怪，朕也是为你好。朕想带你回长安，不得已用这个方法。别动，免得受苦。跟陛下回长安吧，别犟了。母后，父皇要做什么呀？你父皇应该是想把那人强行带回长安。我应该支持父皇吗？不对，你们快看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岳父大人，您的手段只有这些吗？想不到你武艺如此之高，李君宪不是你的对手，朕手下2大将领也不是你的对手。岳父大人，不是说君无戏言吗？为何还要食言？你这身才学在县城太浪费了，朕是为你好。魏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阿月，岳父大人的苦心，小婿明白。把长安乃至大唐建设的比武功县更繁华，才不负你这身才学。但是，我现在不想去。大胆魏无羡，你居然敢抗旨！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。魏县令。这玉佩是你的吗？没错，这是我的玉佩，应该是刚刚被按倒的时候掉了。魏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儿啊，爹终于找到你了。什么？我是你儿子？苍天有眼啊！魏大人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不可能，玉佩的字是我亲手写的。
我自己的靶迹还能认不出？不错，这是魏爱卿的笔记。你手臂上的胎记，你出生时稳婆抱给我看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可能，也许，都只是巧合。你娘的名字可是苏婉婆，武阳郡人。这具身体的母亲，貌似就叫这个名字，难道真是？是的，那就没错，我就是你的亲爹。玄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20年前，我与你娘私奔生子，后因战乱失散，至今已有20年了。有趣，魏喷子居然还有这么一段风流史。孩儿，你娘呢？你娘还在吗？我娘已经在10年前去世。爹，您节哀。孩儿，你叫我什么？爹。好儿子。卫青，你有此麒麟儿，实在是可喜可贺，羡煞旁人啊！多谢陛下。李儿会这么好说话，恐怕马上就变脸。魏无羡和崔家小姐似有私情，你可承认？有容对我有情，我承认。那你可有想娶她之意？有，长乐和崔家贵女不可兼得，2个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吧。陛下，世家难道不是陛下的子民吗？满朝文武娶世家女子者多不胜数，如之时不就娶了崔姓之女？大家娶得，为何我儿就娶不得？玄成兄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娶了公主，岂能再娶世家女？若让宪儿抛弃崔家女，皇家才叫颜面尽损。实笔如铁，帝强令驸马弃旧爱，陛下愿背此名。若是你家冲儿，你肯让他毁约？陛下以仁孝治天下，强拆人姻缘，与隋炀帝何异？你，臣句句肺腑。大唐第一喷口，果然名不虚传，有这个老爹也是赚了。魏无言，你既有长乐，还勾搭世家女子，让陛下和令松争论，不忠不孝。若是长乐表态不接受崔有心，看魏无言这小子怎么办。我跟你不可能，死了心吧。只要魏郎心里有我，别的我都不在乎。陛下，公主大度，若执意阻得，寒了天下人心。贤婿，事已至此，随你。朕的女儿绝不能做妾。陛下这是以退为进，清河曹氏能让女儿做妾？清河涂氏，隋炀帝求婚都不允，岂会加县令做妾？岳父放心，长乐必为正妻。崔家那边，我来处理。崔家何等高傲，岂能让女儿做妾？那祝你马到成功，得享其人之福了。多谢岳父大人。这天气可真好，今日一家团聚，美满美满。无忌，太上皇出来有些日子了，你看这……陛下让我劝太上皇回去，话一出口，不劝不行。太上皇，您老离宫已经大半月，是否该回去了？朕就在这里，大安宫是不会回去的。太上皇，您若是不回宫，这陛下得背上一个不孝的罪名啊！长孙大人，此言只怕不妥吧？哦，有何不妥？太上好在武功县，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身体健康，不正好体现出陛下的孝顺？回到太上皇不想回的地方，让太上皇不开心，这才是不孝吧？大胆魏无羡，你这话大逆不道！是不是大逆不道？唐上湖说了算，你算老几？孙女婿之言深合朕意，朕就在这不走了。儿臣请父皇回宫。恭请太上皇回宫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逼宫吗？
太上皇，你怎么了？祖父，不好，这是父皇的风疾犯了。不能动，不回城，出事了谁负责？现在随便移动太上皇，他真的会死。魏无羡，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所有人退开！把酒精和药丸拿来。好了，先带老爷子回城，他需要静养。啊，长乐，你留在这里陪太上皇吧。岳父还是出去吧。太上皇需要静养，要是醒过来看见您，只怕又……岳父不必担心，太上皇服了我的药，静养一段时间就会好。魏无羡，你说父皇为何不肯回去？这个我可回答不了，我不是太上皇啊。你觉得朕可是不孝子？说实话。说，岳父，您真的是不孝子。魏无羡，你胆子不小啊！忠言逆耳，岳父，当年玄武门之变，您不也是听了天策府诸将的劝谏吗？岳父，作为儿子，您是不孝，但作为皇帝，您对得起天下。您舍小孝顾大义，创建了贞观盛世，太上皇心里清楚，他虽恨，却也认了。可是，父皇终究不肯原谅朕。岳父，您和太上皇之间隔着的不是仇恨，是伤疤。越逼太上皇回去，他越抗拒。不如分开一下，有了距离，伤疤更容易愈合。距离？对，距离。岳父先回长安，偶尔过来看看太上皇，慢慢太上皇就懂了。您首先是儿子，其次才是皇帝。你说的对，是朕太急了。岳父是关心则乱。这对父子啊，还是长乐孝顺，不像那个逆子。先说清楚，我可是不会回去的。父皇，儿臣不逼您了，您想住多久都行，朕明日就回长安，不逼您老人家了。父皇，保重。等等。哼！你以为光磕3个头就够？那父皇还要儿臣怎样？要是朕让你退位，还政于父呢？算了，知道你不愿意，那出钱给我修一座行宫，这总行吧？行宫啊，这个……那太安宫，反正朕不回去了。冬冷夏热，你存心要折腾死朕是吧？父皇，现在国库空虚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还是走吧。太上皇，陛下，若您不嫌弃的话，这行宫的钱我来出。真的？孙女婿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魏无羡，这修行宫可不是小数目。太上皇，在渭水河畔给您修一座行宫，比这里环境更好。尽快带长乐回长安，您看怎样？好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，朕就回长安等着。
真的都是你出钱？当然，岳父大人，绝不要国库一分钱。小魏，如崔家真不容你纳妾，还是尽早到长安来，朕会给你一个好位置。魏郎，你的钱够吗？不够我……放心，阿月，钱我肯定有，不然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我看看。这么多钱，魏郎，贪污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，民脂民膏拿不得呀。瞧你说的，你爷们儿是干贪污这种事情的人吗？不贪污，哪来这么多钱？都是我做生意赚来的。做生意？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？算少的啦，还有几个库房里堆着上百口箱子呢。当务之急是让冲儿和长乐和离。冲儿，毕竟是你的外甥。陛下，臣妾嫁给您，臣妾就只记得是陛下的妻子。观音子，你真好。谢陛下夸赞，只是和离的理由呢？这你怎么看？实话实说，把下药的事情公开，不但和离，更要严惩。这样合适吗？外戚做大，后患无穷，该当打压一番。可是府基那边，臣妾自会与兄长谈妥。如此，甚好。驸马长孙冲，新婚之夜，以下犯上，下药欲淫，冒犯公主。即日起，与公主和离，杖责50，革去宗正少卿一职。长孙无忌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，官降1级，为吏部尚书。臣接旨。奴才参见公主。免礼，是不是圣旨到了？陛下说了，这圣旨公主和魏县令看就是，无需宣读。太好了，我才不想跪下磕头呢。长孙冲和离，他还被打了板子，革了职，活该。哈哈哈，阿月，现在你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婆了。大哥，我爷爷来了，很生气。崔老爷子来了，正好，去谈谈我和你的婚事。崔老爷子，好久不见了，您老一向身体康健。魏县令客气了，总算还没给人气死。谁敢气老爷子您？告诉我，我立刻找人揍他。哼！魏县令，老夫知道你善口舌之辩，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老夫今日前来是要带有容回去，已经给他安排好一桩婚事，乃是范阳吕氏。爷爷，除了魏大哥，我谁也不嫁。老爷子，太不巧了，有容已经准备嫁我，所以就只能委屈那位卢公子另寻佳人了。好小子，得禄忘俗，娶了公主当了驸马还不够，还想让我家孙女当妾？我清河崔氏几百年来从未有女子当妾。那从现在开始就有了。妄想！老夫绝不会同意的。不同意就不同意呗，我娶的是有容，又不是老爷子您。有容，你若做妾，就不能做我清河崔氏的人，你可要想好了。爷爷，有容不孝，但除了魏哥哥，我谁也不嫁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以后和我崔家……等一等，老爷子别冲动。老夫能不冲动吗？我崔家丢得起这个人吗？老爷子，
如果你要我和有容断绝关系，那我们之前的合作只能吹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商业合作全部终止。胡闹！都签了合约了。那我就撕毁合约，有本事你去大理寺告我去。你简直就是无赖！老爷子，咱们认识1年了吧？你才知道啊。如果这样，我崔家绝不与你干休。那些东西，我就不信你卖得出去。哈哈哈哈！老爷子，若我和当今陛下合作，利润我只分2成，你觉得会如何？我们都5分，凭什么李家你只要2成？要是老爷子能同意，我不介意改成3成，还是比李家多1成。那就算了。好，就3成，行了吧？多谢祖父成全，我会好好对有容的。我成全我，糟了，让这小子套了。祖父，新的契约签了，有容归我，2成利归您。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遇到你这种人。还请祖父回去以后，将此事以书信告知各大士族和圣上。对不起，魏大哥，害你付出了2成利益。说什么傻话？不就2成利益吗？算是彩礼了，只是委屈了你了。只要跟大哥在一起，委屈算什么？到底还是得来了2成利。那小子为了有容，竟然让了如此大礼，果然是年轻人，过不了美人关。大人，细作来报，崔老爷子在马车上，极开心。世家尊严不过如此，他打什么主意，我还看不出来。大人，为了崔小姐舍弃2成利，是否……等我和有容事儿成了，合约还有效吗？怎么吃进去，怎么吐出来。大人英明。陛下，怎么了？清河崔氏将崔有容嫁给魏无羡做妾。怎么可能？崔氏怎会让女儿做妾？看来崔氏跟魏无羡有极强的利益关系。听闻这1年，崔家在河北售卖了不少新奇的东西。正是，现在这些东西也开始在长安售卖，都是魏无羡发明的。千年世家在利益面前不过如此。那魏无羡和长乐，长乐为正妻，那就行。长乐和崔家嫡女共处，也不知会闹出什么风雨。等魏无羡到了长安，定要想办法把他那些好东西的经营权拽在朕手中。魏郎看什么？崔氏的信昭告世家，将有允许配给我做妾。真的？崔氏答应了？当然。就为了那2成利？不止，他更怕我将经营权交给岳父。这些东西有那么重要吗？崔家可是千年世家，利益面前，别说1000年，10000年也没用。为了钱就卖了女儿，小人！阿月的话被有容听到，不会掐起来吧？他们2个不会打起来吧？妹妹，不介意和姐姐去逛街吧？当然不介意。女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小何，都收拾好了吗？大人，都收拾好了。大人，我们真要去长安吗？大人，听说长安规矩森严，奴婢害怕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公子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哪里小何都不怕。大人，长安密报。长安有
有些人还不安分啊。妹妹，让你做妾，你不愿吗？能够嫁给魏大哥做妾算什么？倒是姐姐您堂堂公主，丈夫纳妾，不委屈？委屈，但魏郎值得。魏哥哥，准备去长安了，这几天就会走。长安美女那么多，魏大哥会不会？这也是我想担忧的。到了长安，我们就是自家人，要一起联手，别让外面的狐狸精趁虚而入。对，魏大哥身边有我们就行了。不如今晚我们给他点惊喜，让他从此绝了第三个的想法。什么惊喜？有些人还没死心，到了长安，好好收拾收拾。奇怪，谁在我的房间？妾身参见夫君。二位，你们这是？妾身想要和夫君谈谈家风的问题。是，防止夫君你到了长安拈花惹草。家规第1条，以后未时之前必须回家。第2条，等等，这么多条，我要记到什么时候？记不住也没关系，我们会替夫君记着的。救命啊！长孙家最好安分守己，否则送你们父子入土。魏无羡，老夫已经安排好了，就等你到长安。快点，快点！大少爷很快到长安，必须打扫干净。等那个私生子来了，我一定要他好看。魏无羡快到了，长安也热闹起来了。热闹才好，才更能考验那小子。